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11日星期五，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3月11日起，BC 的公共室内空间将不再强制要求戴口罩。省卫生官员 Bonnie Henry 博士今天表示，一些环境仍然需要口罩，包括医生办公室和其他卫生保健工作者。在人们紧密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如公共交通或渡轮，尽管不是强制性的，但鼓励戴口罩。其他在午夜结束的限制包括过夜儿童和青年营地的禁令、宗教聚会的容量限制以及暂停长期护理探视。长期护理的访客仍必须完全接种疫苗，并在进入前进行快速检测。春假后，学校将不再需要戴口罩，还将修订儿童保育指南。BC 疫苗卡将于4月8日停止。BC 省将不再需要疫苗卡即可进入提供餐桌服务的餐厅、大型体育赛事、健身房等场所。届时，高校的学生宿舍将不再需要疫苗接种证明，企业可以从 COVID 安全计划过渡到传染病计划。受监管的卫生专业人员将不再受疫苗接种要求的约束，但员工必须在3月31日之前报告其疫苗接种状况。与此同时 ，BC 的一些顶级公共卫生研究人员敦促人们保持警惕，即使该省撤回了其 COVID 大流行规则和限制。人们仍然担心，取消限制可能会导致另一波疾病。BC 的省级卫生官员 Bonnie Henry 博士曾表示，口罩是一种常见的礼貌用品，这就像打喷嚏会用我们的肘部去遮挡，我们不想随便向空气中打喷嚏，现在也是如此。当 COVID 大流行时，有很多 COVID 病例，有很多人住院，甚至有很多人因此死亡。戴上口罩应作为常见的礼貌行为。本周末加油，您是否会感觉赚了？ BC 汽油将在48小时内每升下降 0.15 加元。据预测加拿大各地汽油价格的网站 Gas Wizard 称，本周末对于加满油的司机来说要友善得多，特别是在 BC。3月11日星期五的汽油价格下跌了每升 0.15 加元，使温哥华的汽油价格达到每升 1.999 加元。在维多利亚州，汽油价格预计为每升 1.959 加元，而在坎卢普斯和基洛纳，汽油价格预计为每升 1.809 加元。BC 的一名司机受够了汽油价格上涨，他向 BC 的5家汽油公司提起集体诉讼。不断上涨的汽油价格绝对是人们心中的痛点。TikTok 上的一些内容创作者一直在发布搞笑视频，以表达他们对飙升价格的真实感受。加拿大人认为，油价上涨的2大原因是乌克兰战争，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而提高汽油价格。56%的受访者认为价格将进一步上涨。几乎一半的受访司机在下次购买汽车时会考虑电动或混合动力汽车。随着乌克兰事件和石油公司的利润推动价格上涨，受访者还指责联邦政府的碳税、省级燃油税以及缺乏进入加拿大的石油产品。家庭债务与收入比率创下历史新高。加拿大统计局表示，由于抵押贷款借款增加，可支配收入下降，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第4季度达到创纪录水平。该机构表示，在经季节性调整的基础上，第4季度家庭信贷市场债务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上升至 186.2%， 而第3季度的修订读数为 180.4%。该读数意味着每增加1加元，家庭可支配收入就有 1.86 加元的信贷市场债务。统计局表示，在大流行之前的2019年底，这一比例为 181.1%， 而此前的最高纪录是在2018年第3季度，为 184.7%。第4季度的增长是由于家庭信贷市场债务增长 1.9%， 家庭可支配收入下降 1.3%。
经季节性调整后，家庭在第四季度增加了500亿加元的债务，其中包括463亿加元的抵押贷款和37亿加元的非抵押贷款。家庭偿债比率以信贷市场债务本金和利息的债务支付总额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衡量，在2021年第四季度上升至 13.84%， 而第三季度为 13.55%。加拿大媒体的这份报告于2022年3月11日首次发表。美国与俄罗斯谁在撒谎？ CBC News， 联合国安理会将讨论未经证实的俄罗斯关于美国在乌克兰生物活动的说法。美国称指控可笑，称俄罗斯可能正在寻找使用此类武器的理由。外交官们说，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周五应俄罗斯的要求召开会议，讨论莫斯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提出的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活动的说法。会议预计将在上午举行。俄罗斯代表团要求在3月11日举行的安理会会议讨论美国在乌克兰领土上的军事生物活动。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 Dmitry Polyansky 在一条推文中说，美国周三否认了俄罗斯关于华盛顿在乌克兰经营生物战实验室的新指控，称这些说法可笑，并暗示莫斯科可能正在为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奠定基础。周二晚些时候，俄罗斯重申了其多年来对美国正在与乌克兰实验室合作开发生物武器的指控。在莫斯科向乌克兰进军之前，俄罗斯媒体的这种说法有所增加。周三，由外交部发言人 Maria Zakhareva 发表了类似声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Ned Price 在周三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正在编造虚假的借口，试图为自己在乌克兰的可怕行为辩护。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乌克兰拥有公共卫生实验室，研究如何减轻影响动物和人类的危险疾病的威胁。据称，其实验室活动得到了美国、欧盟的支持。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